人民穿越公路求生，一朵黑色的莲花在黑伞顶端缓缓绽放，108片黑色的莲叶如同108把利剑一样，寒气逼人。周围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，就连那些不断逼近的马车兵也停止了动作，抬头仰望着那朵盛开的黑色莲花，仿佛瞻仰什么神之一般。一阵微风吹过，莲花上的花瓣纷纷飘落，那些黑色的莲叶如同被风吹落的柳叶一般，在空中四处飘荡。它们碰到墙壁，墙壁上的砖块就化作飞灰；碰到马匹，马匹就化作飞灰；碰到人，人就化作飞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莲叶消失，通道内的战车也消失了，连一匹马都没留下。好厉害啊！走，继续前进。我开着车继续向前出发，再次转过转弯处，出现在前方的又是一条斜向上的甬道，在甬道的两侧竖立着一座座玄武岩制作的石棺。这又是什么戏码？难道是从石棺里蹦出来的尸体？就在这时，一具石棺缓缓地打开了，一个狗头人身的怪物从里面探出了头，向着周围张望着。按照埃及人的传说，这是死神阿努比斯的样貌。来了，来了！我猜的果然没错。我抽出了黑伞，做好了准备。然而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那个狗头人身的家伙看到我之后，嗷的一声怪叫，随后砰的一声关上了石棺，缩在里面没有动静了。这是个什么情况？被什么东西吓到了？我回头四处看了看，甬道里空荡荡的，除了我自己和车子，也没什么东西啊。我好奇地走了过去，屈起食指轻轻地敲了敲石棺。喂，阿努比斯先生，请问在家吗？有人吗？出来回个话。然而敲了半天，里面一声不吭，就像是死尸一样寂静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敲了半天没什么反应，我决定换一口棺材试试。我来到了另一具石棺前。有人吗？没人，给我滚！居然敢骂我！是老子提不动刀了，还是你们飘了？我从背后抽出了黑伞，扛在肩上，梆梆梆地敲着石棺。可是石棺里就是不吭声，一直在装死。不太对劲啊！我想了想，先绕了过去，想要看看别的弹棺有没有收获。可是，一连敲了7、8个石棺，不是没有人吭声，就是隔着石棺让我滚，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见我。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既然这些家伙不想出来找我的麻烦，那我也正好省事了。两者相安无事最好。我开着车在甬道上缓慢地向前行驶着，沉重的履带在玄武岩路面上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。看着通道两侧的石棺，我感觉里面似乎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。一个怪物赶出来，还真是奇怪。转过弯，我的面前又是一条甬路。这条甬路的两旁摆满了各种石雕，这些石雕同时用黑色的黑曜石雕刻而成，有普通的野生动物，狮子、豹子、鳄鱼之类的，也有一些幻想中的怪物。尽管造型各不相同，但他们的身上都雕满了符文。有符文，快靠近点，都给我拍下来。我现在对这些符文特别的上心。小爱同学的速度很快，不一会的功夫就将雕像身上的符文全都拍了下来。为了不出现遗漏，小爱同学甚至仔细的将每一个雕像都翻转过来，看看底座下面有没有什么隐藏符。过程中，那些家伙一声不吭，任凭小爱同学施为。那么多谢各位配合了，我们有机会再见。车子向着下一层开动，转过了转角，我愕然发现前方的甬道忽然变得宽阔起来，两侧的墙壁也不再是玄武岩，而是一块块由巨大的黄金砖块拼接起来的壁画。通道的顶端也是一盏盏水晶吊灯，在甬道的尽头是2扇黄金大门，大门上镶满了各种拳头大小的宝石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我的眼光也开始迷离，脑子中出现了一个声音：得到它，一定要得到它。我缓缓地伸出手去，就在这时，忽然眼前弹出了一条提示：陷入催眠之中，强制唤醒。我感觉头脑中一阵的清明，整个人一下子清醒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会陷入催眠之中？指挥官，大门上发现了大量的符文，是不是这个原因？小爱同学将大门的图片展现了出来，我发现那些大门上果然有着数十个金色的符文。小爱同学，把大门上的符文记录好，保存下来，以后说不定有用。记录完之后，直接冲进去。明白。小爱同学加快速度，直接冲了过去。黄金大门直接被撞开，车子冲进了一个巨大的大厅之中。大厅之内灯火辉煌，周围一圈都是巨大的书架，中间是一条鲜红的地毯直铺到前方。在大厅的尽头是一座9层台阶的黄金王座，王座之上一个娇小身影坐在巨大的王座之上，显得有些滑稽。那娇小的身影穿着一件黑色的兜帽，兜帽上还有2个猫耳朵，一抖一抖的，看起来有些可爱。手中拿的是一把比自己身高还要高2倍的巨大镰刀，镰刀似乎由白骨拼接而成，最顶端是一个巴掌大小的骷髅头作为装饰，白色的长柄上一道道血红色的符文闪烁着幽光。你是这里的主人？你就是那个骗了我姐姐的混蛋！姐姐，你姐姐是谁啊？我什么时候骗你姐姐了？他猛地扯下了自己不时抖动着猫耳的兜帽，露出了自己的面容。
好好看看我的脸，现在知道我的姐姐是谁了吧？我认真地打量着对方的面容，越看越觉得这家伙和莉莉丝竟然长得十分的相似。难道他是莉莉丝的弟弟？莉莉丝可是另一个世界的原住民，只有一个妹妹，而且姐妹俩还进行了一次转生，现在妹妹还困在姐姐的身体里没出来呢。你给我让开，把我姐姐找出来，不然有你的好看。要是被人这么对我说话，我早就一黑伞过去教做人了。不过眼前的这个少年很有可能是莉莉丝的弟弟，还是谨慎点好，万一打死了，哪怕拿着虚数核心，都未必能复活过来。你等着。我转身回到了车里，进入了莉莉丝的实验室，一把拉起了正在画图的莉莉丝。干嘛呀？我的图纸正画到关键的地方，要是灵感没了，就失败了。不是我要打断你，是外面有个人自称是你的弟弟，非要见见你。你是不是没睡醒？我就一个妹妹，哪来的弟弟？我也没办法，他非要说自己是你弟弟，你去看一眼，要不是我就帮你打发了，省得打错了。好吧，好吧。莉莉丝一脸不情愿的被我拉了出来，看到莉莉丝从车里走出来，一直等在附近的猫耳兜帽少年眼睛顿时放出了光芒，倒提着巨型镰刀向着莉莉丝冲了过来。要动手！我手持黑伞挡在了莉莉丝面前，小爱同学也将近防炮对准了对方。你闪开，别挡着我见姐姐。你认识这家伙吗？不认识啊。还有事没？没事的话，别打扰我回去画图。你果然是骗子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大姐头，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小五啊，一天被揍20顿的小五啊，你都忘了吗？我身上还有你写的字呢，你要是不信，我展示给你看。猫耳兜帽少年说着，开始解衣服扣子。小五，